真有意思啊！这個地方其實我蹲守了好幾分鐘了。這些市民他們還是比較喜歡步行。為了讓車更多一點啊，我們今天在這兒修一個貨運火車站，因為這個機場是昨天修的，是吧？這個機場它是可以自帶一個火車站的。那麼我們現在打開這個機場的選項啊，看一下這個資產，我們可以把它放在哪兒？啊，你看啊，它既可以放在機場內部，它也可以放在外圈。但這個機場 DLC 它有一個 bug， 就是我們放在機場的話，這個垃圾車它可能沒有辦法過來收理。這樣，我們把前方的路升級一下，把它升級成一個單行道，這樣的話汽車過來就不堵車了，是吧？從這兒開始升級啊。OK， 讓這些汽車有來無回。那麼中間有一段不是單行道也無所謂了。繼續延長的話，我們看一下啊，前方的這個地形好像還沒有平整。很簡單啊，只需要強制一個地面，然後呢這樣拉過來，刷子大小調大一點，把它趕緊平整一下，要不然這裡這麼大的空地，我們現在什麼都修不了。旁邊的這個山體就不再動了啊，因為昨天何院長在我的評論區說這個山不如把它全部給平了，所以啊我不聽他的建議。那麼我們現在把這條路呢先這樣啊，最好能夠讓它和下方的這條道路去連接，但是它們有一個高低的差異，這樣做起來是非常有意思的。OK， 然後呢我们把這條單行道繼續延長，先把它做一個小型的升起，只要能夠把它越過這個河堤，然後呢我們就可以把它盤旋的讓它下來。OK， 從這兒開始打彎道。哎，其實讓它從前方的這個路口下來是不是也可以？但從這兒下來的話，它就是居民區了啊，不能讓它和居民區進行交匯。旁邊的那條工業區在後期我們可能還會再調整的。OK， 然後呢，我們用這幾個節點呢，逐步把它降低。這個汽車在降落的時候，怎麼能說降落呢？在下降的時候啊，我們還能讓它看一個小風景。然後呢，通過這個位置，我們需要把它進行連接了。哎，大哥，這個節點太難受了。你看啊，不合適的地方我們再調整。這個時候遊戲已經可以繼續了。一會兒有車輛過來的話，我們可以觀察一下。啊，這裡有一根柱子啊，這個柱子還得把它移在一邊。哎，上方怎麼冒水了？哇，太神奇了！有的時候這個遊戲就這樣啊。我們找一下這個節點，然後呢，把這個柱子再向內側移動，不能影響這些貨車的安全通行。你看啊，他們從這裡下一個彎道以後，然後這裡，然後右邊再升高，再把它降下來吧。OK。然後呢，左邊的這節道路，其實這節道路我不太想升級啊，一升級了以後，它和我們河邊的這個小橋呢就有點衝突了，不如去找一下這個小橋有沒有單行道啊？沒有，但是我們為了更方便啊，有的時候不能去研究它美觀的問題啊，我們必須得把它合理化，比如說這樣。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啊，我在旁邊種的樹好像沒有了。哎，這樣把它拉出來。拉出來以後啊，然後我們把這個無秩序關了，多餘的樹木再砍掉。這大家也知道我不太喜歡種樹，是吧？這個才是最主要的原因。那麼這個地方應該是可以通車了。這個位置呢，最好能夠找一點小圍牆，看起來太難受。哎，這個行人怎麼逆行過去了？我們正好以他的第一視角啊，他在上班途中，然後這個時候走這個小橋的時候，哎，感覺挺漂亮的。哎，這個地方竟然可以逆行。然後我們再來到這個海邊啊，哎，這樣是沒有毛病的。再去檢查一下前方它怎麼停電了呢？這個時候把遊戲暫停。我們在這個河道中間呢，再加一個小型的電源。OK， 電源已經恢復了。然後我們接下來去修火車站的話，比如說先從這兒拉一條單行道。
至于斷頭路可以先不着急，我們把這個貨運火車站呢，先直接這樣放置。OK， 這是我們這個城市第2個貨運火車站。這個火車站還比較漂亮一點啊，比遊戲本體的那個火車站看起來要真實一點，不用我們過多的去裝飾。至於旁邊的掉頭路線呢，我們可以讓它圍繞這個火車站一整圈。圍繞之前還得先把這個火車道給預留起來，把這個火車道先升起，然後這個高度去檢查一下，它會不會影響這個車輛。再升高一點點就行了。按照我對這個遊戲的了解啊，我們遊戲裡面的車輛沒有比這個鐵道更要高的。一會兒他們過來的時候，我們可以去看一下。至於這條鐵道讓它怎麼下來，這是一個問題。前方已經預留了有一個火車軌道了，這個火車軌道從城市裡面出來以後，然後把它升起，先連接試試啊。等到快連接上的時候，我們看哪裡不合理，再把它調整一下就行了。從這兒到這兒，哎，我好像忽然恍然大明白了，我們為什麼不讓這條鐵路從這個位置上去呢？然後在馬路旁邊呢，我們把這條鐵路給降下來，直接讓它這樣連接。我們用這個預留好的路口，直接把它打一條彎道。唯獨有一點缺點，就這樣看起來不是太美觀。等後期我們把細節做好了以後啊，這個地方就看着立體了。那麼我們讓這條鐵路呢，可以通過這個位置。那麼從這個位置來看的話，我們的鐵軌是可以連接2個不同的方向的。找到這條單行道，先讓它直行，然後呢，通過這個位置，不斷的給自己找坑。我們需要先把它抬高，升2格，然後越過火車軌道，還有前方的單行道。這個時候，我們讓它連接這個路口。那麼它通車了以後，想一下啊，這裡是一個機場，然後呢，對面是一個石油化工廠。我們從機場上方開始，先把水泥地給統一。首先呢，我們用到這個護岸的工具啊，先把這個道路給圍一下。然後這個位置去想一下，我們繼續去放集裝箱，把那些現成不用我們造景的建築呢，可以直接這樣放置。哎，你看啊，這個火車正好可以離開了。然後呢，我們去前方，來到這個位置。哎，我故意把這裡做的交通錯亂一點，然後就是為了觀察一下，等後期我們幾條火車同時通過的話，這個地方應該會很壯觀的。但是現在是少了一部分資產啊。另外，我們的這個火車道還沒有完全去通車。下一個區域，我準備把這條線路呢去連接 CBD。然後我們接着來這裡啊，想一下，直接把機場那邊的複製一下就行了。讓這個車動起來，然後呢，這個節點啊，這個節點再把它降低。哎，我去，這個坡道當時怎麼做的？我去，需要先把它抬高一點。我這看起來太危險了啊！再降低一點點 ，OK。哎，那個車可憐了啊！我們剛才把遊戲暫停了以後，把這個坡道稍微降了一點。然後這些貨車啊，好像他們經過這樣一個坡道也不合理，我們需要把這條路也改一下，再把遊戲暫停。由於左邊有一個十字路口，而且離的距離比較遠，所以我們從這個位置去把它抬高的話，現在還算是比較正常一點。但是我發現這個遊戲自帶的一些道路呢，你想把它做的特別平滑、特別均勻，那也是不太可能的。本來只打算做一個貨運機場，現在沒想到把這個貨運火車站也放在這兒了。不過這樣也好，最起碼我們工業區的車輛，他們是不會再經過市區去上高速了。
讓我們的城市更加不堵車，體会不到这個堵車的樂趣啊。這裡發生了犯罪率過高的問題，然後我們這個新區現在沒有那個警察局，我們找一下，如果說建立一個警察局的話，可以把它放在哪兒？哇，這裡的犯罪率這麼高啊！來這兒吧，這個區域是空的啊，這個區域還沒有發展好，直接把警察局放在這兒，一個警察總部，把遊戲加速一下，2輛、3輛、4輛，它不断的出車，說明一個什麼樣的問題？那說明我們這個城市它現在警察局造的太少，那麼後面的這個區域呢，幫他設計一個小花園，再加一個警察局的直升機。哎，好像有點放不下来了，先暫停一下，看它穿模的一個程度。然後呢，这个警察局需要挪一下位置，位置有限啊，直接把它放在对面吧。我们就当做这两个地方它是一起的，是吧？看一下能不能出飞机，能出飞机的话，我们这个新建的区域啊 ，OK。这个犯罪的行为肯定是不会再有了啊！很明显啊，它飞去了我们那個山城。不過這個高速上的車輛總算是多了。那麼這裡呢，想一下啊，我們還是盡量不造景，盡量要放置一些現成的，比如說這個小座椅，旁邊放小花。正好這個位置啊，你看我們在立交的下方，如果說去蓋房子的話，這裡肯定會堵車的。唯獨就是這個遊戲裡面，我們去打理環境的話，它會有點太單薄，還是這個主題的顏色有點太單一了，應該把它調黑一點。現在這個地圖啊，車輛取代率太高了，然後導致了我們這個路上現在沒有多少車輛，這就很尷尬啊！別人都在堵車，我在堵人。這個位置有一個地鐵，你看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呢？上周客流量599，